看得养眼的太多了，给大家换换口味。看这一段，是不是忍不住想看完，即使有点恶心？吸血鬼题材一直很受欢迎。今天发现了一部新剧，结合了吸血鬼和青春期男女的那些羞事，是部日本深夜的大尺度剧哦。持有秘密的少年。故事拉开序幕，在一个充满激情的地下摇滚现场门外，一个身穿校服、肩挎吉他的少年小林正奔跑在街头。他在找一个叫游希的女孩，没想到一回头，游希就神秘地出现在他背后。我们从对话中得知，小林和游希是多年的挚友，但游希突然消失了。小林寻找了他好几年，终于找到了游希。小林想带游希回去，但游希却抓伤了小林的脸，似乎还要亲他，但最终放弃了。下一秒，游希面露冷漠，决绝地让小林今后别来烦自己。小林搞不懂游希的态度。第二天，他的妈妈说遇到游希了，但妈妈觉得小林可能认错人了，毕竟游希已经离家3年，这期间音讯全无。他希望儿子别再念旧，该去交新朋友了。手机里的新闻说，最近东京的失踪人数急剧上升，大多数是年轻人。小林忆起3年前那晚，他在游希家窗外所见的恐怖一幕，有个男人把游希按在身下，咬伤了他的大腿。那男人背上有个凝十字架的纹身，他嘴角沾满鲜血。因此小林始终认为，游希的消失不仅仅是逃家这么简单。平时他在街头卖艺唱歌，有个漂亮女孩是他唯一的观众。这一天，他又见到了匆忙的游希。小林立刻追了出去，在一家工厂看到许多戴面具的神秘人，他急忙冲过去把游希救出，但游希看似不太感激。领头的神秘人脱掉面具，看到小林脸上的伤痕，他居然是人类。神秘人笑了笑，他让游希向小林透露自己的真身，但游希就是不肯说。看到这一幕，神秘人上前一刀割了游希的脸，可小林却看到伤口马上就愈合了，这绝非人类所能。神秘人对小林说，游希这种生物，吸血夜行者要靠人血生存，如果不管他们，人数会持续增加。说完，他让手下开始打游希。小林醒过来时，发现游希已经被捆住了。他打开铁链，游希催他快跑，因为太阳快升起了。阳光一照到，游希疼得厉害，眼珠变绿，皮肤上冒出血丝，显然快昏过去了。但小林没跑，反而抱住了他。游希狠狠地咬了小林的脖子。醒来时，小林看到自己和游希都在医院。他从病房逃了出去，但这家医院非常怪异，不止漆黑一片，而且建在地底，还设有阳光警报。小林走到走廊，也开始对阳光产生反应。他惊慌失措。突然，几位医生听到叫喊声赶来，原来这是一家为夜行者服务的医院。那个奇特发型的男士名叫慎一郎，他是个夜行族，名叫夏川的女眼科医生，一个真正的人类，负责医院的运营。正是他们救出了小林和游希。现在小林面临一个残酷现实，就是他可能已经变非人类。慎一郎说不喝人血，小林会变得疯狂，成为怪物。喝同类的血能暂时缓解症状，但这不过是临时解决办法。小林不想这么做，他质问慎一郎有没有办法变回人类。可夜行者又怎能重返人间呢？新变的小林已显怪物迹象，他努力抑制，紧闭眼睛，脑海中浮现出自己和游希关于梦想与音乐的约定。正当一切慢慢恢复常态，就在此刻，游希醒来了。小林去看他了，见到小林，游希只道了歉，小林却不在乎，只希望游希能好起来。慎一郎也不是普通人，其实他早就留意小林了。慎一郎成立了一队乐队，键盘手是小光，鼓手是河马，吉他手有小叶和小司，贝斯手是雅人。小林引起了他的注意，正是因为他的嗓音，慎一郎希望小林能加入乐队当主唱。这个机会恰好符合小林的梦想，现在可以实现梦想的方式，竟以这种奇怪的方式发生，
慎一郎带小林观看了乐队的表演，这不只是音乐，还是慎一郎控制渴望的策略。他们不愿像其他夜行者那样窝在暗处。然而贝斯手雅人对小林很不友好，他们之前的主唱名叫孝之，雅人不许别人取代孝之，从中可以看出团员们的个性。鼓手和马善良却不坚定，吉他手小司冷漠不理人，另一个吉他手小叶只忙着泡粉。这时小林感觉不对劲，出去透透气，被短发女孩小瑶发现了异常，她上前来关心，但小林已经失控。正当危险时刻，慎一郎及时冲过来拉住小林，然后他赶紧出去挡住小瑶。他发现了秘密后变成夜行者，小瑶的发卡掉地上了，他的朋友全都看到了这一幕。慎一郎对小林解释，这是暗黑世界的规矩，知道秘密的普通人不能放过，否则我们都会面临被追捕。如果小林觉得这不人道，就应该反思下，为何在公共场合失控，这是他们夜行者的处境。果然，小瑶的朋友把求救信息发到了推特，先前提到的神秘蒙面人看到了这条消息，而且发现警方已经靠近了。慎一郎下定决心，径直将小瑶化为灰尘，随后若无其事地离开了现场。没想到小林在最后时刻仍自责难过，摆脱了慎一郎的手。这时蒙面组织刚好追了过来，为了保护小林，慎一郎故意引开了那些人，而小林却碰上了蒙面组织的老大，他请求对方结束自己的生命。突然间，游戏从暗处冲出，抢救了小林。小林恳求游戏不要杀死蒙面人，蒙面人兴味盎然，释放了这对悲情恋人。游戏随后帮小林回到了自家，这个地方小林很熟悉，正是他见证游戏变成夜行者的场所。当小林再次睁开眼睛，发现游戏居然脱下了衣服，原来为了帮助他，游戏主动让他喝自己的血。小林虽然多次推辞，可深知别无他法，再加上游戏那诱人的曲线，他终究还是忍不住动了心。血液的刺激让小林从被动变主动，他最终将游戏压在了身下。正当他要迈出下一步时，小林看到鲜血，立刻清醒过来。游戏一直觉得对小林有所亏欠，毕竟是他改变了小林的命运，但关于音乐的初衷从未改变。游戏总想在舞台上听到小林的演唱。穿衣时，小林意外发现游戏身上竟和3年前那男的一样的十字架纹身，他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回医院了，盯着房间的吉他，小林陷入思索。深夜外出的游戏选择了路人作为补血来源，小林最终接受了慎一郎的邀请。乐队进行了首次不太顺畅的彩排，但键盘手小光依旧不满意。画面切换，现身学校教室里，大叔老师刚下课，却冷冷地盯着学生们的背影。在专属于夜行者的地下室，有人推门而入，却对刺眼的阳光无动于衷。看他的穿着，会不会是慎一郎呢？实在是太辣眼睛了。导演下次拍这种剧时，能不能请些帅哥美女？卖腐也得讲究方式吧。男主小林寻找失踪的初恋游戏，意外遭遇了世界阴暗面，发现了类似吸血鬼的夜行者，并被游戏转变为同类。偶然间，小林开始了追逐音乐梦想的乐队生涯。对现在的他来说，街上女人裸露的肌肤非常吸引他，幸好有游戏这个避风港让他放心。慎一郎把小林带到了他家，小林注意到一个奇怪的横放的衣柜，原来那衣柜是夜行者的睡觉地。更尴尬的是，只有这一个衣柜，小林得跟慎一郎同床共枕。导演，真不是我看不起人，能否请些帅哥来啊？小瑶的好友又回公园找线索，可什么也没找到，只捡到一只发卡。他觉得小瑶肯定出事了。小林失踪好久了，他的迷妹兼同学阿紫很是担忧。这天他总算找到他了，急忙询问发生什么事。可小林怎么敢说呢？小林试图带阿紫离开，可是慢了一步，他已经被慎一郎发现。小林赶紧把阿紫拉到外头，告诫他别再来找。
原本想揭露真相，却被阿光威胁要封口。后来他从游戏那里才知道情况，原乐队主唱孝之因真实身份暴露，遭蒙面组织追杀。阿光与孝之情谊深厚，游戏却更关心阿紫。小林急忙解释，他们只是朋友。第二天，蒙面组织的老大主动找到小瑶的朋友，我们此刻才知道他名叫惠理。蒙面组织的领头则是黑赖，黑赖向惠理透露了事情的真相。而在上一集结尾的学校里，夜行者开始猎杀，同学失踪，伙伴发现好友神秘失踪，于是去求助于大叔老师。大叔老师一眼看出事情不简单，很可能是夜行者的事。果不其然，他和那个袭击学生的女老师是同伙，还告诉他要小心行事。而小林试图主动接近阿光，结果却受到冷落，这反倒让阿光不高兴。更糟的是，阿紫这时候又过来找麻烦，阿光差点气炸了。小林赶紧拉着阿紫，劝他先走开，结果阿紫对他表白了。而游戏恰好在门外听到了一切，但小林的注意力却全部集中在阿紫脖子上，阿光掐出的伤痕。幸好最后关头，他抑制了冲动，推开了阿紫。阿紫误以为是被小林拒绝了，其实他刚好逃过一劫。离开时碰巧看见游戏，阿紫以此认为小林选了那女人，心里更难过了。事实上，小林也没忽略阿紫的感受，只是他早已心有所属。现在我和阿紫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游戏也喜欢小林，他也成了夜行者，小林现在也是，但游戏似乎还顾虑着什么，没有像阿紫那样直接表达。小林更是困惑不解，3年前他明明看到游戏给他戴戒指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至于学校这边，大叔老师整理了一张所谓的候选人名单，里面不仅有像小林这样被迫成了夜行者的人，还有很多为了求长生不老而主动变成夜行者的人。回到充满激情的衣橱，小林把今天游戏亲他的事告诉圣一郎。圣一郎表面上鼓励小林，转身却是满脸怒容，这是在吃醋吗？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阿紫居然也认识惠理。阿紫听惠理说了从黑赖那儿得知的可怕事情，还给阿紫看了小林的照片，说打小瑶的就是这个男生。阿紫一看，这不就是小林吗？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小林的照片是怎么来的？原来是他妈因为儿子失踪已久，急得到处派传单找人，累得连站都站不稳了。真没错，世上最伟大的是母爱。关于学校那边，女老师接待了一个意外的访客，他就是键盘手阿光。阿光的复线故事先放一放，转回小林这里，看到母亲倒下，他赶忙跑过去，然后扶她一起回到了久别的家。小林的爸爸已经去世很久，他的妈妈是他唯一的依靠。小林家庭环境还不错，他的父母温柔且开明，非常有智慧。他的音乐梦想也是在父母的支持下成长的，但现在他不能再和妈妈见面了，只因他成了只能在夜晚行动的夜行者。后来小林又站在游戏家的窗外，又想起那个十字架纹身。在这个深夜里，他刚好看到游戏在家诱惑陌生男人吸血，他伤心地离开了，跑到乐队的酒吧里晕倒了。小林梦中不断回放这段时间的经历，是有马照料的，这种情况显然是血液不足的症状。小林已经很久未曾吸血。这时阿光走进来，问小林是否真的想变回人类，如果真的如此，就去学校找一位名叫深水的老师。小林到了学校，见到了阿光说的深水老师，就是上集攻击学生的那位女老师。深水向小林透露，已深入研究夜行者很久，并已制得一些治疗药物。他叫小林明天再来找他，但那可怕的表情暗示了不祥。这次治疗不简单，惠理还带阿紫去了打夜行者的秘密基地。黑赖又向阿紫介绍了夜行者的信息，虽然阿紫一直不信，但这是惠理亲眼看到的。他想去问小林弄清楚，结果被阿光注意到了。游戏一个人在家深夜回想旧事，听着小林通过窗户唱情歌给他听时，总有个可怕的人推门进来。
梦醒时分，小林突然冲过来，激动地对游希说：“他找到了变回人类的方法，可以恢复原样了。”到了约定时间，小林却被深水引到一间黑屋，还没明白就遭到偷袭。原来深水根本没有恢复的药，他只是想吸食小林这种夜行者的血罢了。正因为有这样懦弱的伙伴，其他人才会面临风险。深水将阿紫带给小林，这是他和阿光的计划，目的是让小林亲手将阿紫耗尽。面对血的诱惑，小林努力抵抗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慢慢失去了控制。在危机时刻，阿紫的泪水再次让小林恢复了清醒。就在这时候，小黑屋外响起了猎人的声音，深水被带走了。小林赶紧救下阿紫，他们从楼梯口逃出，却被一个戴面具的人拦下。摘掉面具，出现的人居然是惠理。惠理对好友惨死感到极度愤怒，阿紫冲上前去阻止惠理，叫小林快跑。对面的大叔老师也在学校遇到了游希，出乎意料，游希一见到大叔就抱住了他。真相小白兔，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难不成是师生恋？昨晚的时候，阿紫也被惠理拉黑了，他只好给小林塞了封信。临走时仿佛又见到了某人，非常吃惊。在酒吧得知阿光的计划后，小林直接一拳过去，阿光却觉得软弱的小林无法取代孝之，他不配唱孝之的歌曲。但慎一郎告诉他，这支乐队是孝之的心血，应该让它持续下去，这不就是对孝之最好的纪念吗？小林自觉是最适合当主唱的。看看周围的同伴，阿光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因为他和孝之的关系最亲密。突然门开了，只见阿紫浑身是血倒在地，昏迷不醒，手里还紧握着那封粉红信。乐队内部矛盾多，小林明显还没适应自己夜行者的角色。阿紫突然在酒吧被袭击，众人都看到了。事发时没人在场，袭击者是个神秘的夜行者，没露面。阿紫在酒吧门口意外遭到神秘夜行者的攻击，生死未明。真正的元凶不是恨小林的阿光，而是另有他人。小林赶忙上前查探，但阿紫已无生命迹象，手中的信还在勉励小林别放弃对音乐的热爱。小林眼神变得凶悍，追问谁杀了阿紫，但众人都一头雾水。慎一郎挡住了他，说如果是夜行者动手，阿紫不会留下蛛丝马迹，很明显有人在嫁祸。之前深水老师自己打来电话，提到乐队中有内鬼，慎一郎猜测他们中有一个是人类，但具体是谁呢？大家面面相觑。另一边，黑赖看到了阿紫去世的消息，他用这个理由说服惠理正式加入猎杀团体，为他的朋友报仇。深夜，小林和游希聊起阿紫的死，小林非常自责，全都是因为自己让周围人受到牵连。他之所以想找办法让游希恢复正常，夜行者实在是太危险。游希在安慰小林，他表示即使不恢复普通人身份也无所谓，这样他能始终陪伴小林。话音刚落，游希便吻了上去，两人亲吻至满口都是血迹，这是一种欲望的交融，爱情的互换，但终究得处理好叛徒问题。慎一郎想到了个简单的方法，太阳马上就要升起，那个在阳光下毫无异常的人正是人类。河马提了个关键问题，一旦知道了叛徒，应该如何对待呢？直接处决吗？他们关系很深，对待马太残忍了。测试马上要开始，慎一郎开了门上的孔，阳光直接照进来。这时候，一群猎杀团伙突然冲进来，大家急忙四处逃跑。这次袭击出乎所有人意料，成员们陆续被捕，小林也被惠理找到了。他向惠理解释说，阿紫的死跟自己无关，但惠理却不愿听信。幸好慎一郎来了，救了小林。在烈日之下，他们连走路都异常艰难。为了保持小林的活力，慎一郎主动给了自己的血。小林不懂为何慎一郎这么对他好，可慎一郎还没开口，就累得晕了过去。小叶也在路上倒下了。
迷迷糊糊中梦见孝之被太阳杀害，醒来后，小叶发现自己正躺在河马怀里。他们暂时没事，但追杀他们的人已经将目光投向这个仓库。猎杀队员进入仓库，摘下了面具。小林醒来后，惊讶地发现自己在下川医生的病房，是慎一郎拼命救了他。当慎一郎醒来，小林不料看到他背上也有个十字架纹身。虽然危机解除，但有人逃跑，有人被捕，现在酒吧里只剩他们俩。小林对那纹身念念不忘，他询问慎一郎是否让游戏变成夜行者。慎一郎正要回答，小司急匆匆跑了回来，告诉他们阿光和雅人被捉了，让慎一郎快点去救。就在这时，小叶和河马也返回，他们透露叛徒已经露馅，因为他们刚在仓库亲眼见到一个猎人取下头套，露面的正是小司。小司急忙否认慎一郎投来求助的眼神，慎一郎让小司献血，自己试试就知道真假。小司最终掩饰不住了，跑到小林身后抓住他。原来小司确实是人类，他的爱人被夜行者杀害，因此小司极其憎恶这些夜行者。孝之的死，小司也有一份责任，他一直是那个猎杀团伙的间谍。小林问小司是不是杀了阿紫，结果居然是真的。阿紫无意中发现小司不怕阳光，为防身份曝光，小司只好下手，一旦暴露，他将受到黑赖的严刑拷打。小林得知真相后怒不可遏，疯狂地将小司咬伤。另一方面，老师大叔赶到医院探望一个垂死的病人，他向病人展现了自己夜行者的神奇治愈能力，病人惊呼奇迹。不久后，在大叔的协助下，病人恢复了健康。大叔恭敬地称他为宇佐美会长，显然宇佐美地位非凡，他还有何打算呢？小司一直过得很艰难，亲眼看到女友被夜行拷吸干生命，黑赖发现了颓废的他，把他拉进团伙。从此小司成了人类的间谍，潜入乐队内部，目的是搜集慎一郎的情报。本来是带着怨气参与的小司，却在与团队深入交流后意识到，这些人其实并非恶人。直到有一天，黑赖强令小司加入谋杀孝之的行动，可孝之亡故让小司对人更有感情了。如今小司变成了夜行者，这是慎一郎给他的惩罚。小林原谅不了小司，他第一次吸食了人类。当时小林被愤怒蒙蔽了理智，也因为这个事件，小林不再迟疑或怯懦，他的眼神变得坚定。尤西开始脱小林的衣服，小林惊讶地发现自己背上也有了十字架纹身，这原来是夜行者的象征。拥有这纹身意味着他们不单吸人血，还吸了对方的血。现在小林和尤西已经不分彼此了。另一边，黑赖命令手下查了地上的阿光和雅人，发现他们的后背上没有十字架。黑赖回想起小时候目睹父母被一个带十字架纹身的夜行者杀害的情景，他一直在找那个仇家。慎一郎也没闲着，阿光和雅人必须救。至于小司，慎一郎还在犹豫。河马不忍心看伙伴遭杀害，不管是人类还是夜行者，毕竟他是乐队的一份子。对河马而言，乐队就像家一样，无论多难过的事，只要一起演奏，烦恼全都消失。乐队让河马重新振作，他不想乐队散伙，于是赶到小司那儿，为他喝了自己的血，帮他减轻了疼痛。尽管人类与夜行者迥异，但在音乐中，所有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河马，一个怀着大爱的夜行者，他特别喜欢小司弹的吉他，而且他觉得小司在乐队里的快乐不是假装的。歌唱完毕，小司请河马帮忙松绑一下透透气，但转眼间小司就不见了。河马深感自责，他不了解小司逃跑的真正目的。而在他处，阿光和雅人正静静地等待命运的安排，他们心里还有难以放下的执念。雅人心里藏着一个女孩，这出乎阿光意料。恰在此刻，小司突然闯了进来，放走了他们俩。但小司被黑赖发现了，
黑赖对小厮进行了质问，是不是转向支持夜行者了？阿光和雅人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小厮是那个叛徒，但为什么叛徒还要救自己呢？小厮承认了这件事，他跪在黑赖面前，求他饶了两人，但黑赖却踩了上去，他割破了小厮的喉咙。果不其然，小厮变成了夜行者。黑赖对夜行者总是强硬无情，一点也不意外。小厮自己送上门去，也被捆绑起来。他坦白自己杀害阿紫的事给惠理听，惠理这时才明白自己误怪了小林。突然间，小厮猛地反抗，把惠理当人质，强迫他们释放阿光和雅人。随后他们三人逃离了猎杀组织的基地，慎一郎他们则搜索了所有可能的地点，找不到小厮的踪影。马和猜测他可能去救另外2个人了。7人在大桥上碰头，2人把救小厮的事告诉了慎一郎。慎一郎决定再次接纳小厮，但小厮拿出口袋里女友的照片，正是他在这里被杀，自己因恐惧夜行者而逃。他既恨夜行者，也难自原谅。但不知从何时起，小厮真的开始把乐队成员当朋友。小林也深感对乐队的归宿感，他想和大家一起共同生活下去。就这样，这个夜行者组成的乐队在经历生死考验后成为了铁杆伙伴，继续开演唱会，事业越来越顺。然而正当一切看好之际，小厮却突然想要自杀。他肩负太多血债，无法跨过内心的障碍，泪眼望着大家告别，随后坚决步入阳光。又是一晚，小林来到游戏家门口，看到游戏竟和一个背上有十字架纹身的夜行者，床上翻云覆雨，满脸欲望难平。这理由不成立了，不能再用狩猎人类的借口，这明显就是现场 NTR。 发现那男人居然是大叔，小林吓了一跳，他冲进屋里，冲着大叔叫出了爸爸。小林的爸爸不是去世了吗？怎么回事？父子一起上阵，这种扭曲的乱伦三角恋是怎么回事？好了，今天的讲解就到此为止。怎样的父亲竟对自己女儿出手？幸好有英俊大叔夜行者助人为乐，把那禽兽抽干成人干。今天我们继续带来日本大胆深夜剧《拥有秘密的少年》。上一集提到，小林发现自己的游戏居然和已故多年的父亲上床，脑子一时转不过来。三人面面相觑。小林的爸爸真是镇定自若，他的真名是龙介。龙介说，他们这些夜行者乐于分享一切，包括快乐。这不就是说他自己做的事没问题吗？连消失这么久都没解释。龙介依然很镇定，说他成了夜行者，所以才会消失。但他和小林不一样，他是自愿的。更气人的是，游戏还在替他辩护，还说老师是为了夜行者的未来而战。龙介请小林帮他完成一个伟大的计划。另一方面，独自在家的妈妈得知她的丈夫仍然在世，一个女生在补习班见到了她，而这个女生的男友也失踪了。果然，黑赖也把真相告诉了她。画面切换，一个小女孩在昏暗的屋子里读书，一位医生进来打开了灯，仔细一看，原来这医生是夏川医生。他还叫这小女孩姐姐，称她是特殊的人，需要为研究献出她的特殊性。那晚小林没回来，乐队挺担心的。河马以为小林是因为失去小七太难过去散散心，其实是他老爸给他戴了绿帽。乐队的氛围现在很压抑，大家都提不起劲。慎一郎担心这会让乐队散了，但小叶对小林还挺有信心，相信他肯定会回来。小叶还向慎一郎保证，不管怎样，他一直留在乐队，陪伴慎一郎。小林没说完就回了，慎一郎赶紧跑过去，连小叶都没瞧一眼。小林把他的遭遇告诉慎一郎，说他完全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慎一郎就在小林面前开始尴尬的唱，让小剧看得直冒尴尬症，结果竟然挺管用的。念念不忘音乐和爱与和平，结果慎一郎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直接吻了上去。
小林赶紧推他开。另一边，河马在外头散心，突然惠理出现了，迫切询问小厮的下落。最后得知，小厮早已经消失无踪，只因无法承受罪恶的煎熬，选择了自杀。惠理此刻完全摸不着头脑，世界为何不能简单点？怎样才能复仇呢？意思是小厮没坏，大家都不坏，那岂不是白白失去了2个朋友？虽然不是夜行者杀的阿紫，但慎一郎确实杀了小瑶。河马看到这情况，用自己的魅力和音乐发起攻击，结果白跑一趟。小林妈妈不信女学生的话，悄悄跟踪查个究竟，结果真的在街上看到了自己的丈夫。她还看到了尤西和她丈夫行为亲密，说话轻佻，彻底震惊了。小林早就在游戏房间里等着，他已经料到这一幕了。游戏变成夜行者是因为他父亲，他很好奇原因。这时游戏才向小林透露自己的过去，原来他小时候一直受到亲爹的虐待和侮辱，是龙介救了他，像英雄一样出现，将那个施暴的恶魔变成了粉尘，因此他对龙介产生了迷恋，也自愿成为了夜行者。游戏为何偏偏看上小林？原来他真的喜欢小林，却是以那种夜行者的模式，因为他们能活很久，不用像人那样衰老。但小林无法接受这种事。在另一边，小林的妈妈把家里珍贵的小林和游戏合照撕开，甚至把老公的照片吞下。这边龙介向手下宣布了，有了宇佐美会长的帮助，我的计划能提前不少。计划关键角色是个小女孩，正是下川口说的姐姐。她是个突变的夜行者，可以耐受阳光，只需用她的血制成的药，所有夜行者就能暂时耐受阳光。只要研究不停，总有一天，夜行者也能像人类那样在阳光下生活。离开游戏的小林忍受不住对血的渴望了，脑海里浮现与游戏共度的每一刻，更是难以抑制。街边一女生前来帮忙，却被小林误认为是游戏，她最终失去了控制，变成了恶魔。被慎一郎甩掉的小叶心烦意乱，约了女粉一起出来发泄，结果这个女粉丝也不是省油的灯，直接在街上给小叶戴上手铐，还用电击枪把小叶电晕了。等他再次醒来，小叶才发现这女粉是个疯狂的变态追星族。女粉醒来后兴奋地拉开窗帘，结果小叶一接触到阳光就化成了灰。而留在屋里的游戏开始回忆起自己初为夜行者时，不断被龙介用来做实验。每次实验后的痛苦之后，龙介得走过去撩一下他，让游戏开心一下。同时龙介的另一个实验对象小女孩菜菜子的生活比之前的游戏好多了，因为她代表了所有夜行者的希望。龙介才找到了失控的小林，使他冷静下来，还批评小林不理解夜行者间的互助，也不懂他的痛苦，以此为由劝小林参加他的项目。惠理一度离开后又回来了，告诉河马自己喜欢他们乐队的歌，发现意外的好听，他很崇拜河马他们。惠理曾经被人欺负，阿紫救了他，结果河马也曾受到欺凌，但他未曾得到帮助，于是他从学校顶楼跳下。但在临终之际，慎一郎找到了他，询问河马是否想尝试不同的人生。当河马再度醒来，他已变成了夜行者，而惠理通过河马的叙述得知了这一切。慎一郎后背刺了个十字架，他赶紧把这信息告诉黑赖。这时候一个队员摇摇晃晃跑了回来，原来是小林袭击过他的其中一个人，结果出乎意料的变了样。黑赖直接命令手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接受死刑。深夜缺血的他极其痛苦，门一开，他以为是自己的男人们，没想到竟然是小林的妈妈。小林妈妈一冲进来就掐住了游戏的脖子，骂他是狐狸精。意识到游戏不正常后，小林妈妈吓得往后退，而游戏已泪流满面，不停地道歉。告别父亲后，小林认真反思了他的话，爸爸讲得对，世界满是黑暗和污秽，我该怎么办呢？善良的河马真被惠理骗了，虽然惠理不想成为坏人，
但最终还是被黑赖强迫绑架了河马。慎一郎回到酒吧，只见阿光和雅人还在。这时他接到了马的电话，但电话那头是黑赖的声音。黑赖要慎一郎单独前往组织基地，以换取河马的命。可怜的河马还是怨恨不起惠理。惠理安慰他说，黑赖会守信，不会伤害他。慎一郎按约到达，黑赖和手下一同现身，狠狠地追问慎一郎是否灭了他的全家。结果凶手竟是慎一郎。慎一郎自有备份计划，他只派雅人和阿光秘密救援河马。但他们到的时候，只见哭泣的惠理和空空如也的行李。原来黑赖根本没打算履行约定，他趁着河马唱歌时拉开窗帘，将他杀害。慎一郎同样被捕。黑赖意图彻底根绝此事。危机时刻，惠理突然用刀刺伤了黑赖，慎一郎趁机挣脱了绑绑，局面立刻反转。黑赖的部下全被一网打尽，他自己也重伤不轻。阿光早就按捺不住，冲上前把黑赖变成了他最讨厌的夜行者。黑赖无法接受现实，逃了出去。风波过后，龙介的声音在基地里响起。龙介感激慎一郎帮忙消灭了猎杀组织，这次他是来邀请慎一郎加入自己的行列。夜行者和人类的地位快要颠覆了，但是慎一郎坚决拒绝。出乎意料的是，龙介却透露，他最爱的小林已经被说服，加入了他的队伍。龙介对他们说，找到了能使夜行者在阳光下生活的办法，只要计划顺利，夜行者就能和人类一样在日光下生活。离开时，慎一郎抓住小林的手，恳求他改变主意，但小林摆脱了慎一郎的手。菜菜子的实验正在紧张进行，之所以同意实验，是因为夏川是他的妹妹。突然，小房间的门被打开了，雅人走了进来，让夏川昏倒过去，还把菜菜子劫走了。慎一郎对此一无所知。小林离开对他打击很大。晚上，小林跟游戏聊天，游戏对龙介有病态的迷恋，他相信老师必定会成功，他梦想能在阳光下生活，他梦想能和小林一同在阳光下。菜菜子对雅人一点也不害怕，雅人想看那个女孩在操场上自由飞翔的样子，所以他得找菜菜子。如果龙介没撒谎，他想立刻试试看，但菜菜子却跟雅人说，这不一定能成功，如果失败了，雅人可能会爆炸成灰。雅人一点都不怕，于是菜菜子与他定了个约，他会帮他进行实验。雅人决定吸干自己的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菜菜子清楚，自己活着一天，妹妹夏川就多一天受苦，应该让她自由了，不再受自己影响。最后，雅人将菜菜子变成灰烬。夏川寻找姐姐，只在沙发上找到他们的合影，两姐妹心灵相连。夏川感觉到妹妹离开了，泣不成声。接着雅人开门走向阳光，惊喜地发现自己真的不怕阳光了，于是兴奋地在街上跑，想找那个心仪女孩。可菜菜子的血效果短暂，雅人最终感觉到身体的异变，笑着化作灰烬。乐队现在只剩阿光和慎一郎。阿光对慎一郎说，龙介的下个活体试验就是游戏。阿光感慨万千，常言道，夜行者怕阳光，龙介不会那么容易就解决问题的。游戏的境况可能不太乐观。慎一郎突然有了主意，急忙跑了出去。游戏的实验即将开始了。龙介和小林还有总是必须的宇佐美会长来到摄像头前面看，但小林不知不觉站到了宇佐美的后面，眼睛变成了野兽般的绿色，他居然开始吸宇佐美的血了。接着小林警告龙介立刻终止实验，他事先听到了龙介和宇佐美的对话，明白实验若失败意味着死亡，但龙介对宇佐美的生死全不在意，他心目中计划的成功高于一切，不论是谁都可以被牺牲。时间一到，龙介就按下了按钮，让阳光洒满游戏全身。小林与他父亲开始搏斗，慎一郎也过来帮忙，他们一起制服了龙介。而游戏在椅子上
已经痛苦万分，小林只能无助的旁观。如果他冲过去，会像游戏一样灰飞烟灭。尽管如此，小林依然冲了上去，就像之前用自己的血救游戏一般。小林又一次冒险，慎一郎看到后也跟着冲过去，说绝不会让小林有事。这样奇怪的三人行动就开始了。突然间，实验室的窗户被夏川关闭了，他向龙介透露，姐姐菜菜子已经去世了。这个实验的停下来，夏川这时才真正看透龙介。三人最后被救出。这件事之后，游戏终于看清了龙介的真面目，他和小林的关系也变得更紧密。但好日子没持续太久，小林的妈妈问题仍未解决。第二天，小林醒来了，我居然被妈妈绑在椅子上了。游戏也被捆在床上。接着妈妈边说太阳出来了边拉开窗帘。可怜的游戏在睡梦中被疯狂的小林妈杀害，在小林面前化为灰烟。故事还没完，化为夜行者的黑赖在暗角抽搐，龙介被神秘人关起来了。小林的妈妈精神错乱了，被送往医院去度过余生。然而更激动人心的事情还在后头。刚登出游戏的游戏突然穿着白衣，出现在阳光明媚的草地上。这不是梦，也不是天堂，而是真实发生的。一个过路人注意到了他。就这样，时间快速流逝到3年后，此时的光熙已经开始过正常生活。他能晒太阳，也再无吸血的冲动。他失去了以前的记忆，什么也想不起来，也不确定这是好是坏。深夜里，游戏独自玩手机，窗外总有个神秘黑影偷看他。游戏也有所察觉，照顾游戏的男孩和他成了情侣。那天他正准备求婚，却被一阵突然的音乐声打断。这音乐让游戏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从天桥跑下来，看到阿光在那弹电子琴，重遇游戏。阿光宛如见了鬼。游戏问阿光还记得他吗？因他失忆了，阿光的旋律却唤起了他的记忆碎片。得知游戏不怕阳光，阿光急忙离开。就在天桥上，刘海女孩正盯着游戏。阿光把小林带来，给他看游戏的社媒账号，显示游戏真的复活了，还变回了正常人。阿光猜想，可能是菜菜子的血造成的。小林想去核实一下，但慎一郎却劝他别去，万一游戏恢复了记忆，这对他有好处吗？又一次把他从阳光中拉回阴暗，这真是太痛苦了。另一方面，龙介的囚禁仍在进行，囚禁他的是他人，就是夏川的主意。这个惩罚是夏川想的，让龙介永远痛苦地活下去。游戏也查到了阿光提过的乐队，打算去那里看看。小林也在附近，他发现了游戏。游戏跟男友说，如果恢复了记忆，可能发现自己不如想象。男友很坚决，他又求婚了，说爱的是现在的他。不远处的小林见游戏开心的笑，就决定默默离开。当晚，游戏与男友纠缠不清，而小林只能自己默默流泪。那个常有气刘海的女孩依旧暗中观察着游戏。城市深夜，风俗工作者常见。一个龌龊大叔对一站街女感兴趣，兴奋地跟她打招呼。而这位站街女别是他人，正是夜游者深水。这成了深水的新狩猎方法。这家酒店的前台也不简单，是一个长腿美女，长得很高级。她的伙伴是个齐刘海的少女，两人好像在找有十字架纹身的夜行者。小林回到慎一郎家里，听懂了他的意思，决定不再寻找游戏。游戏最终和男友订婚了，但是一出医院就被旁边的一个女人突然大骂。这位女士是小林的母亲，她怒斥游戏毁了她的生活，但被当成是精神失常。从那以后，游戏就变得心神不宁，失去的记忆一直是他心中的痛。因此他坚定地去了乐队的演出场所。小林在门外发现了游戏，冲进去却为时已晚。游戏已被埋伏的齐刘海少女迷倒。慎一郎赶来侦查情况，他似乎认出了那个齐刘海女孩的身份，女孩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慎一郎告诉小林，那女孩身上有3日月的印记。
是他一个老友的伙计。这位老友慎一郎提到的，可能就是长腿女。她的真实身份令人困惑。被关的龙气也遇到了一个老朋友，那人是黑赖。游戏被杀身后神秘的复活，变成了个失忆的常人，还被卷入了一个更大的阴谋。等他醒来时，发现旁边的小林。游戏问小林是否认识自己，可小林其实不愿意回答，却无法抗拒游戏的追问。他就开始讲他们美好的过去，提到他们曾是邻居，青梅竹马。游戏常来听他唱歌。后来游戏搬家了，此后两人就没再联系。小林没勇气告诉游戏真相，只能像当年那样冷淡的要他别再牵扯自己。就在那时，游戏的男友走了过来，故意在小林面前秀出游戏的婚戒。他明白游戏肯定有不简单的过去，但他不希望游戏继续追究。深水的妓女猎杀还在进行，但他的做法太过激，已经引起了长腿女的关注。在向深水发出最后警告后，长腿女竟直接将他杀害了。杀人后，长腿女看到熟人走了过来，那人正是慎一郎。慎一郎喊了长腿女艾玛的名字，提出自己有事要问询，为何他非得针对普通人游戏。艾玛向慎一郎透露，他打算帮游戏恢复记忆，他有自己的打算。艾玛直言不讳地指出慎一郎是因为小林才这样做，想要独占小林。我才不希望游戏恢复记忆呢，不是这样吗？被戳中痛点的慎一郎气冲冲地走了。黑赖变成了他最讨厌的那种夜行者，在暗中猎杀人类。突然，他在地下通道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居然是游戏。老朋友见面感慨万千，于是他去找龙介，而依然挂念游戏的小林偷偷前来探望，但游戏的男友当场抓到了他。他误以为小林是那个跟踪者，小林立马否认了。游戏的男友讨厌小林搅乱了他们美好生活，但这幸福只是暂时的假象。游戏迟早得面对自己的过往，他现在正尽力回想起来。于是他找到了慎一郎，希望能弄清真相。想起艾玛的讽刺，慎一郎劝成游戏不要再追查，他只能选一种生活方式，一旦挖掘过去，就得和正常说再见。游戏情绪复杂的回家，默默拥抱了男友，表示不再纠结过去，他只关心和男友的未来。慎一郎最终得到了小林，但房事一结束，游戏坐在床头，唱起了小林的曲子。第二天，游戏突然想起医院里的那个疯婆子，于是去找小林妈妈，求她讲述发生了什么。小林妈妈被话题震惊，说游戏像个吸血鬼，夺走了他的家人。游戏虽然迷茫，但感觉自己的过去不太光明，于是游戏再次来到酒吧，只有这个男人能帮他解开迷惑。这时的游戏满怀赎罪之心，而旁边的圣一郎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好。背负着深重心理斗争的游戏，突然在小林面前晕了过去。小林摸不着头脑，本以为隐瞒过去是为了游戏好，但如今游戏坚持要了解真相。小林犹豫不决，但他还是不想让游戏恢复记忆。游戏却不这样认为，搞不清楚事情怎么回事，如同行尸走肉，和幸福毫无瓜葛。他已经做到了。处于昏迷状态，游戏突然想起了一切，他向小林表白了。就在那一刻，小林的男友一打电话就打断了两人的相逢，也把小林拉回了现实。趁游戏接电话的机会，小林悄然离开。失望透顶的慎一郎找到艾玛，告诉他游戏恢复了记忆。艾玛明白慎一郎的打算，他想让游戏消失，但自己又下不了手。艾玛疯狂地大笑。游戏一回家，发现灯全灭了，男友不见了，屋里一个疯狂男人，正是黑赖。黑赖一头雾水，游戏怎么能这么理直气壮地活着呢？他就因为这个杀了游戏的男朋友，这全是游戏自找的，他不值得拥有现在的生活。龙介被黑赖释放了，他现在正站在夏川面前。游戏也被黑赖带回来了，龙介没打算报复，他还有未了的执念。
这是关键所在。慎一郎正劝小林放开游希，夜行者和人类是无法共处的，这只会带来痛苦。艾玛立刻识破了慎一郎的意图，不懂爱情的夜行者居然恋爱了，真是荒谬。慎一郎钟情于小林，现在艾玛把游希解决了，慎一郎终于能得到小林了，但他始终无法释怀内心的罪恶感，决定向小林坦诚一切。现在游希再度落入龙介之手，游希感到非常惊讶，龙介居然会与黑赖这种人搭档，但龙介却意识到，游希不只是不怕阳光那么简单，他的伤口甚至不复原了。难不成游希已经不是夜行者？龙介的信仰轰然倒塌，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龙介决定释放游希，但被黑树拦下了。这场破实验，黑赖只是想让游希再遭受苦痛，他对夜行者的前景不感兴趣。就在此刻，小林及时赶到，而黑赖完全失控，坚信吸食游希的血能变回人。在紧急时刻，龙介挡住了黑赖的尖牙，果不其然，龙介成功洗白，他以自身为代价救出了游希，最终被黑赖彻底吸干。小林气冲冲地扑向黑赖，现在小林终于理解失去家人的痛了，两人开始激烈扭打，慎一郎也加入战斗帮助。黑赖想报仇也得找对人，原来是他自己杀的父母。反派因黑化而变得强大，临终前慎一郎坦白了叛变，慎一郎让小林带着游希逃跑，小林已无力战斗，游希让他喝他的血来恢复体力，赶去救慎一郎。究竟是选慎一郎还是游希？小林陷入进退两难。如果选择喝游希的血，游希将会变回夜行者，但他真的能眼睁睁看着慎一郎死去吗？小林决定两个都要救。他虽然体弱，仍决定去对抗黑赖。战斗在游希高声呼喊中落幕。时光迅速跳转至2年后，游希仍是个普通人。从那时起，小林一行人便消失无踪，游希再也没见过他们。但每次路过酒吧，游希还会走进那废弃的演出场地，丽景牵琴，想象着乐队成员在台上的热情演出。而现在，一切都已逝去，美好的回忆永远不会结束。游希微笑着转过身去，开始了新的生活。至此，日剧《持有秘密的少年》全剧终，真是难以言表。导演，您这拍的算是电视剧吗？深夜剧也得有个限度吧？除了撒糖的小甜剧，这剧简直是年度最烂之作。原本这题材能拍得很有深度，硬是拍成这样。最后2集新加的角色，导演，这几个人有啥用？也不好看。把吸血鬼题材和青春期的烦恼结合，真是个好主意。对血液的渴望，几乎和对异性的渴望一样，还夹杂着恋父情节。本来可以好好展开讨论的，开头几集还挺好看的，但后面的剧情越来越不靠谱，情节也解释得含糊其辞。我觉得2/3的角色根本多余。最糟的是，演员表情僵硬，这怎么吸引观众啊？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